好，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，我们来讲一讲日食、月食中间的日食的功能。我们这样往下一拉，选择日食、月食。然后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通过第一个按钮来选择哪一次日食或者月食。像这边，因为今天要讲日全食，所以我们就选择本世纪所有的日全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边呢，2017年的8月21号，这一天是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个日全食。因为我也拍过这一次日全食，所以有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作为例子来讲解。在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们也讲一讲咱们拍摄这个2019年7月2号南美日全食的一个计划。那我们选择2017年8月21号这一天。好，这时候大家就注意到在这边有一些线条，这些线条其实就是表示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到日全食。我们注意到中间呢，这个一个蓝色的这个线条带，这个就是日全食带。日食和月食其实不太一样，月食有一大片区域都可以看到月全食，而在日食呢，只有几十公里的一个狭长的一个带子上面可以看到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所谓的日全食带，跨过整个美国的大陆。这个绿色的线条呢，就表示你可以看到多少。比如说从中心地带往南边走的第一条绿色的线条呢，就表示你可以看到80%日偏食。第二条呢，就是60%的日偏食，然后40%、20%、0%。那如果到了这一边呢，你就没法看到日偏食了。那往上也一样，80%、60%、40%、20%，然后后面是0。然后这两头还有一个曲线，这一块地点就表示你在日出的时候可以看到日全食，而这一边呢，就表示你在日落的时候可以看到日全食。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些曲线线条的含义。那么顺便大概说一下日全食的一个概念啊。我们点击选择这个一个图片，这边有一个说明图，我们来大概看一看。那这是太阳，这是月亮，这是地球。所谓的日全食就是月亮刚刚遮住了太阳，就形成了日全食。因为这个月亮和地球的大小的原因嘛，所以只有这边一个狭长的一个带能够被遮住啊，到外面呢只能是偏食。这也是为什么日全食只有在一个很狭长的地带可以看到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，月亮实际上是慢慢的移动过来，慢慢的遮住，那时候呢就是日偏食，然后随着逐渐移到刚好和这个太阳对齐了，就是全食了，然后又慢慢的移开。那这下面呢，就是我在2017年8月21号拍的照片。从这边可以看到，开始的时候都是各种日偏食的样子，到了最后日全食的最中间，然后慢慢的又变成日偏食了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如果我们到这边，我们把放大一下，然后我们的这个集中点对在正中间的位置上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数据啊，我们来简解一下。第一个10分，10分就是指太阳和月亮角直径之间的关系。10分1.027就表示月亮稍微比太阳的角直径稍微大一点，所以刚好可以遮住了整个的太阳。那有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到边上，它的10分就变成了0.994，意思就是说它只有 99.4% 的太阳会被月亮遮住。那如果说你在日全食带的话呢，一般都是超过了1。而这边还有个深度，这个深度就表示你所在的位置离中心点的距离多少。那如果在这个蓝色的这条线条呢，就表示是100%。那如果这两边这个线条呢，就表示0%。所以你在去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，比如我现在可以拖过来给大家看，这就20%多了。好，到了这边呢就80%了。那到了这个位置就99%了，几乎是100%了。好，下面呢就我们来理解一下这5个时间的意思。粗窥就表示月亮刚刚接住了太阳，然后慢慢呢就会形成日偏食，一直到10.23分为止。所以从9.09分到10.23分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在拍摄的时候都必须有太阳滤镜或者是巴特膜，否则太阳的亮度就会太大。然后从10.23分到10.25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日全食的阶段。这个全食阶段时间非常短，这边只有短短的2分钟时间。2分钟时间里，你可拍摄的东西非常多。首先第一呢，你要把你的太阳滤镜或者巴特膜给去掉，
然后呢，你要用不同的曝光来曝光不同的拍摄主体。比如说你想拍摄日冕的话呢，曝光时间就要长一点；如果你想拍摄日耳的话呢，因为日耳非常的亮，那你曝光时间就要短一点。所以这些参数呢，我们在曝光呢也都可以看得到。包括贝丽珠、钻石环这些拍摄的主题呢，都是在这个短短的2分钟之内你必须要完成的。然后过了10点25分以后呢，又回到了日偏食的阶段。像一般来讲的话，大家在开始呢都会到那边，所以看到整个的过程。当然等到了后面日全食经过了以后，一般的群众就会散去了，剩下的只有一些摄影师还在接着拍摄，把整个的过程给拍完，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这边呢也有一些照片的例子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。大家把屏幕可以横过来看一看，这个呢就是日冕。所谓日冕，只是日全食的时候呢，周围这个太阳发出来的这些光。因为我这一次拍摄的时候，空气中还有不少云，所以日冕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。那如果说完全没有云的情况下拍到的日冕会比这个还要漂亮。好，这个呢就是钻石环。好，前面讲呢是如果是拍太阳特写的时候呢，一些拍摄的技巧。那主要的特写都是花那短短的2分钟。不过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拍法呢，就是用序列摄影的方式来表达出来。那序列摄影我们怎么做这样一个规划呢？我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序列摄影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设好。怎么去设它？你就去长按9点09分，也就是说我希望从9点09分就开始拍摄我们的序列，所以就长按9点09分，然后把它设为延时和序列摄影的开始时间。然后我们再长按这个复原的这个时间11点45分，把它设为延时和序列摄影的结束时间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长按一下10点24分，把这个设置为当前时间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一页，大家看到这时候已经就选好了，一共是2个小时37分钟，这是开始时间，这是结束时间。2个小时37分钟，这边呢你可以点击选择每几分钟拍一张，我们比如说选择5分钟拍一张，它就告诉我们一共有32张照片。那这边呢，它可以告诉你每什么时间去拍摄它都有。那甚至你也可以用广角来拍一个延时。那在这边有一个比较注意的因素，就是拍摄延时或者拍摄序列的时候，你的前景需要用多大的焦距来拍摄，这是个很关键的因素。那在这边呢就比较一目了然了。我们到这个取景框里面，我们可以先大概给一个取景框。这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序列我们就把它画出来了。这是日偏食开始的时间，这是日全食，这是日偏食结束的时间。那这边需要什么样的焦距才能拍到的？大家可以看到，如果我用26毫米焦距的话，这个地面就跑到很下面了，所以我可能要改到用16毫米的焦距，才能够把地面和太阳整个都拍摄下来。当然这个在不同地方或者是不同的日全食情况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用这个提前模拟一下，就知道你用什么样的焦距最合适了。那这样你可以用拍延时的方式来拍摄，或者你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构图，比如说你先束缚是不是也可以？这个束缚其实也蛮好的，这样天空和地面就可以多一点出来。这个完全就可以你根据你的情况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前景。下面呢，我们来说一说2019年这一次的情况。2019年7月2号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地图一放大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哪些地方可以看到。像这一边呢都是海里面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可能去看。唯一的就是在这一块，实际上是在已经靠近日落的时候呢，是在这个南美、智利、阿根廷这2个地方可以看到。好，我们比如选择在这一块某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把它设为我们的拍摄相机位置，然后把拍摄主体就设在这了。然后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时间我们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时间，我们选择一个刚刚日落的时候吧。好，你看这时候复原的时候是仰角是0度嘛，所以也就是说这时候刚刚日落。那同样我们可以先去长按它，把它设为延时摄影的起始时间，然后再长按它，把它设为延时摄影的结束时间，然后再长按4点40分，把它设为当前时间。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序列其实就已经弄好了。然后我们回到序列摄影这一页，它就告诉我2019年这一次日全食呢一共有2个小时22分钟。如果我们每5分钟拍一张，要拍29张照片。那我们到这个取景框直接看一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时候呢就挺有意思了。你看，因为
因为比较低嘛，所以我们甚至可以用35毫米的镜头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如果用束缚的话，你看35毫米的镜头都可以把整个这个画面给包括下来都没有问题。如果横幅的话，甚至说改到50行不行呢？50可能有点勉强，其实也勉勉强强可以改到40吧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太阳就会显得比较大一点。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序列的形状是这样一个形状，那么咱们去找一个前景跟它配合呢，我们心中就比较有数了。那这是在这个位置的情况。那如果说我们到了阿根廷的这一半边来，比如说我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附近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到这个位置来，把它设为我们的相机位置，我们同样也可以来看一看取景框的情况。大家看这个序列呢就是这样的，而这边我们稍微放大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日全食的时候，那这时候呢就已经非常靠近地面了。如果你想在日全食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，在阿根廷这一半面呢显然是个最佳的一个地点，非常低。但是呢它的缺陷就是你没法拍到整个日全食的过程，也就是它复原的那个阶段你就看不到了，因为那时候呢大家看太阳已经在下面了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使用的方法。另外呢，我们在这边还可以模拟出来日全食的整个的变化的过程啊。我们还是回到这一边来吧。好，然后我们用这个取景框，然后我们用个大一点的焦距吧，用400的焦距，然后长按它。好，我们再先长按它吧，把它设置为当前时间。然后这时候你看，这就是所谓的粗窥的时候，是月亮刚刚接住了这个太阳，我们直接点击播放就可以了，它就会一直在这播放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月亮是从哪一个角度遮住了这个太阳。好，然后现在呢差不多就是日全食了。好，现在又日全食结束，又开始日偏食。好，直到结束。大家看这个整个的过程就非常的清楚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运筹帷幄，提前知道这边所有的一些情况，包括这边的时间也都是非常准确的。这个时间当然要感谢被称之为 Eclipse 先生的 Fred Espelog 这个人，他的算法非常的精确，其实这个时间都已经精确到秒数啊。虽然我们这边只显示了分钟，但是你怎么看到秒数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你就长按它，把它设为当前时间，然后在下面目前显示的就是这个当前的时间，怎么看秒数呢？你就切换到这个秒钟的这个就可以了，4点39分56秒，所以这是真的是精确的秒数。那比如说触灰开始的时间什么时候呢？是3点23分29秒，所以因为根据我的实测呢是非常的准确的。今天这个日食的功能呢我们就介绍到这，谢谢大家。